今天的这锅鹿肉还是有点厉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 Z。你们都知道意餐就是意义不明的餐厅。虽然我已经在日本踩了很多意餐的坑了，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它。今天终于找到了一家好吃的，它是意大利的一个地方料理，但不是什么地中海料理哈。这样吃是香的。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它什么样子啊。餐厅还挺好看的，这个应该就是今天我们的包间。好像是厕所。cos 选了他们家最贵的，因为这个 cos 选的全是比较好的肉。今天加甜品总共是7个菜，6个都是肉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第一个前菜是鸡肝面包片，就是他把鸡肝磨得特别细之后，再铺到了烤的面包片上面。超腥，鸡肝泥那个绵密的口感加上薯片一样的面包，虽然确实很好吃，但是真的好骚啊。第二个菜是金枪鱼的脸颊肉，就是秋头的那个位置，他用的小白菜的叶子当勺子。等一下，这玩意儿可以吃吗？不过它吃起来是没有一点鱼腥味的，可能是因为里面的黑松露盖住了鱼味吧。这个比刚才那个好吃，感觉自己像在嚼一堆猪肉。然后今天的第一个主菜是这个，它是烤的金枪鱼尾肉，就是金枪鱼活动最多的那个地方，所以它吃起来会比普通的更有劲道。我还是第一次吃烤的金枪鱼，然后服务员会帮你把中间的骨头剔了，而且它这个是用木柴烤的，这个味道特别的像烧烤，皮都已经烤成了焦脆的那种。我吃的时候就发现靠近皮的那一侧油特别多，吃起来特别爽，就突然想起了乐山的油炸串串，觉得腻了就可以吃一坨小番茄。好了，下个菜还是一个硬菜，它叫星火牛肉，其实就是木柴烤的牛排，下面还配了一根烤黄瓜。这个好吃的点是它的牛肉上面挂了2坨肥肉，我刚好就是那种最喜欢吃肥肉的人，切开之后里面就是这个样子。有油的才香。下一个主菜终于不是纯肉了，腌猪肉意大利面。上面那个酱是洋葱番茄炖的那个猪肉，就是特别的香甜，而且味道很大，所以它用的是那种急粗面，这个面像乌冬一样，嚼起来也很爽。来一口。它这个料是香的，这个面要是再软一点就好了。好的，最后一个菜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啊！前面的菜都是为了这个菜铺垫的。蘑菇烧鹿肉，北海道养殖的鹿肉。服务员在翻锅的时候就已经闻到那个鹿肉扑鼻而来，就鹿肉的这种药材味真的很上头，就它是一股木质的香味，然后搭配上蘑菇炖出来的那个汁，一口下去我子孙满堂，我趾高气扬。单鸭还是蒜鸭。你要把这个平菇跟鹿肉加在一块儿吃的话，又是另一个味道。我想精准还原一下鹿肉的口感，就是比猪肉更加像鸡肉，又比鸡肉更像猪肉的那种嫩滑的口感。当然还是要取决于烹饪方式哈。总的来说，这一个菜是可以单独给10分的。最后的甜品是蜜桃冰淇淋，这个甜品非常的一般，但它这个盘子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还发现了我们国内的盘子。他看到我在夸他们的盘子，他就直接把他们店里所有的那个小盘子都端过来了。这个设计感还是很好的，陶瓷还是我们强啊，牛逼！阿杰推荐指数8.5分。卡我呀！今天发现这家寿司店满足感特别高，这一顿寿司就吃了20种海鲜，所以夏天不吃寿司吃什么？吃寿司跟吃河豚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今天这家店又是在京都找到的家100年老店，不是吹的那种啊，他们家是真的开了125年。不过就是这种店很难进去，就到了京都你会发现，你的钱根本没有任何的卵用，这种餐厅你不提前1周预约根本进不去。哦哟，我看你好歪。すみません、6です。这个就是一会儿放寿司的盘子，这位是大酱的女儿，旁边那位就是他儿子。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个事儿，为什么寿司师傅没有女性呀？而且大酱为什么都没有头发？他们年轻的时候应该是有的吧？你看他儿子都有。好了，我废话太多了。第一个就是一个很贵的寿司，比目鱼寿司，它肉质白嫩，脂肪很少，1.7%的脂肪率，所以才是第一个上的寿司。子虚啊。第二个就是鲷鱼了，它上面切了很多刀，是要锁住酱油，所以这种店一般是不用碟子蘸酱油的，因为师傅会帮你全部调好。刚才这个还有一点梅子酱，是酸甜口味的，然后是刺身，特别大一片，而下面的米饭只有一点点。师傅说寿司里的米就是为了衬托肉的鲜美而存在的。然后这个是今天的王牌之一，金棘鱼，是一种非常非常昂贵的深海鱼，它就是肉厚脂肪多，而且那个肉还很有嚼头，像一块脂肪口香糖，太有嚼劲了。接下来是竹荚鱼，日文读作阿吉，也是我的日文名。这个鱼一般是用来烧烤或者做鱼肉罐头，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鱼，所以现在相当于是我吃我自己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才给力，龙虾尾寿司，它是把龙虾尾对叠过来，中间夹了一小块米饭。如果这都不算爱，那您出门左转吧。哇，虾肉好多啊！对了，这家店还是搜了上鱼子寿司，是我最讨厌的寿司之一，齁咸，可能是我吃不来吧。接下来又是很厉害的一种金棘鱼，头黑金棘鱼，就这个鱼更贵，应该算是寿司鱼类里面最好的一种。普通寿司店一般是没这个鱼的。上面那个是金棘鱼的肝，然后加了几根小嫩葱，这就是一个艺术品。金棘鱼的肝是茶味儿，肉质就是深海鱼独特的香嫩。好的，接下来是章鱼肉，又是一个锻炼咬肌的东西，跳过吧。鲍鱼我就很喜欢了，脆嫩脆嫩的口感，这个我可以吃10个。上面涂了一
一点酱油和柚子醋，特别的爽口。然后是盐海胆，就是吃进去的时候还有那个盐的颗粒感，加了盐会显得海胆更甜，好吃。然后是赤贝寿司，这口感特别丰富啊，就上面是脆的，下面是软嫩的。师傅在上面涂了一层甜甜的照烧酱，然后这个是毛蟹的肉，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，就是太小一口了。接下来是鳗鱼卷，它是把鳗鱼翻过来之后卷了一层米在里面，真的是一大片的鳗鱼，鳗鱼的腥味特别重，就很香。紧接着就是鳗鱼鸡蛋烧，它是把鳗鱼切碎之后加在鸡蛋里面，这个厚蛋烧特别的 Q 弹。吃完这个就是最后的重磅炸弹，金枪鱼的窝头喽，3个字形容全是油，特别的过瘾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无敌。卡玩意儿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？就是越贵的一餐越容易把人吃睡着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餐厅就非常的催眠。催眠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环境，更多的是服务员每次上菜都会给你讲解半天。我是来吃饭的，哥哥。全菜上完了吗？又到了吃一餐的日子。すみません。予約したの6です。3人で。这种餐厅一般是先在网上预约好的餐品之后再过来，而且菜基本上没得选。我点的这个是红茶哈，不要误会。第一道菜我们给它取名叫绿色心情好了，这个像抹茶团子一样的东西其实是菠菜泥，非常的无语。一勺菜，我只能说液体蔬菜，快乐崇拜。不过还好这个汤特别的惊艳，它是北海道鹿肉汤，特别的咸的。第二个菜是牛舌，但它的下面铺的是鹅肝酱和山药，而且牛舌用的是靠近喉咙的那部分舌头，就是吃起来不腻，还比较爽口。基本上是生的。这个菜牛逼。然后在上下一道前菜之前，上了2个面包，很硬很干，像我前段时间的脸一样。不过说回下一道菜，它是一块金木雕，但这个应该不是烤的，也不是煎的，因为它下面的肉还看得到血丝，它能保证下面鲜嫩的同时，表面又是很脆的。上面那层皮就跟 A4 纸一样薄。接下来这个是他们家最招牌的一道前菜，我们就叫它黄色心情好了。上面是鸡蛋泡沫，黄色的是咸奶油，然后里面包的是鹅肝，还加了一点葡萄干在里面，就是整体吃起来像甜品。但是又有奶油鹅肝的香味儿，所以吃起来特别的奇妙。第一次吃这种味道的鹅肝。第一道主菜是这个意面，上面是一些干野菜。虽然说这个是意餐，但这个面怎么看怎么都像西瓜面，感觉有被糊弄到，很好吃啊。然后第二道主菜是一条鲶鱼，就6月份吃鲶鱼是日本的一个习俗吧。鱼的下面是一坨绿色的米饭，虽然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主菜，鱼身非常的软，有一种苦涩的香味儿，味道是高级的。最后的这道主菜就是今天最大的主角，北海道农场的鹿排，因为他家是用香槟酒去了腥味儿，所以它端上来的时候都是一股香槟的味道，特别装逼。3分熟，吃起来的口感跟牛肉差不多，但是味道是那种有点像乌鸡汤的药材味儿，完全没有牛排那种很油腻的味道，有一点点红酒的味道。然后旁边是芦笋土豆泥梅子酱，特别喜欢这道菜。然后第一道甜品是芹菜冰淇淋，我第一次吃这种搭配，不过味道意外的很夏天。最后一道甜品我们就叫它红色心情吧，上面是一层红酒果冻，下面藏了一堆冰淇淋巧克力车厘子，感觉这就比木瓜高级多了。总的来说今天吃了很多菜，虽然有些菜的设计意义不明，但整体还是比较满足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看玩意儿。我去，原来高级和牛店的和牛还真不一样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最近我也是看了很多高级料理店的视频，那个具体是哪个美女我就不说了，就是你们说吧。和牛这个东西也算是日本的标志性产物之一了，其中松阪和牛就是里面非常非常高级的一种。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松阪市吃这个呢？今天也要继续努力折腾自己的。我们这一次在网上找的这家店是在松阪市唯一有元祖称号的一家店，因为日本的广告法很严格嘛，就如果这家店敢在招牌下面写元祖2个字的话，那证明这家店肯定还是有点东西的。从进门到现在一直有个和服阿姨跟着我们，简单的看了一下菜单，有点发抖，但是为了假装不是第一次来，我还是非常娴熟的点了2个套餐，开始上我们的第一个前菜了。这薄的跟我2次元的女朋友一样，这个肉确实是巨嫩，就是有点不太好夹起来。第2个小前菜是茶煮和牛，就真的只是用茶煮的牛肉，不过确实还是挺清香的，这个还真有点好吃，就是吃茶的那个清香和脂肪中和之后的味道。接下来还是前菜，怎么那么多前菜啊？每一个都很精致啊！这是金箔吗？下面那个是和牛做的牛肉末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一道主菜了。阿姨先是铺好炭火，然后从外面端来了今天我们点了2块顶级松阪和牛，全程也不用我们自己烤，什么酱料配菜都是阿姨全部帮你弄好。毕竟这么好的食材还是不能被我糟蹋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哈，可能是它那个酱汁的原因，烤出来的烟味巨香，中途还会用洋葱给牛肉补料，非常讲究啊。到碗里之后就是这个样，和牛的汁水非常好的全锁在里面了，一口咬下去可以爆汁儿的那种。然后就是各种的蔬菜，当然一片牛肉肯定是吃不饱，我们就加了一个寿喜锅和1碗和牛盖饭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寿喜锅原来是这样做的，面粉之后加酱料再和牛肉一块儿，我都已经闻到香味了。先把我们的蘸料弄好，虽然就只有这一片牛肉，一个套餐也就这一片，不过用生鸡蛋蘸着它吃是真的很爽，肥瘦均匀。
我就想问锅里还有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先生，加1万块呢。不愧是本格寿喜烧，价格也很本格呢。还好吃完之后还会有蔬菜，哇，又是一锅满满的多巴胺。不过最后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碳水。哎，我又不是艺人，我减什么肥呢？隆重向大家介绍我的好朋友，哎，和牛盖饭，上面铺满了厚蛋烧还有牛肉粒。你们看这个牛肉，就着刚才的蔬菜一块儿吃。真的绝绝子！最后的甜点是一道现烤的年糕，这个真没啥特点。然后还有一个亲生运过来的哈密瓜，哇，这一顿吃下来其实还是一个大满足的动作。虽然一直有个阿姨在这儿，但是阿姨人还是很好的哈。整个体验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给10分哎，特别好吃，卡玩意儿。秋天不一定是贴秋膘的日子，也可以是吃大闸蟹的日子，但是那还不是贴秋膘，是一整个公蟹的那个钳子的肉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，可以说是满足了我对大闸蟹的所有幻想。毕竟你全程都不用自己剥壳，专门给你剥好的蟹黄和蟹膏。这也是东京唯一一家米其林的大闸蟹店，它会牢牢的粘在你的舌头上面，奢侈。它是在哪儿挖酱？今天我们找到这个店在东京的日本桥，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商业圈，也聚集了非常多的米其林餐厅在这儿。就其实你要在日本吃到非常纯正的中国螃蟹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，但是今天我们就可以吃到爽。我是做包间，我就坐右边吧呢。非常的害怕，但是也非常的饿。好了，我们废话说太多，直接开始吧。这是今天打头的小凉菜，红彤彤的糖腌番茄酱，小时候妈妈做的。然后正餐前还会有小肥汤，这个汤应该是勾了芡的，喝起来很浓稠。哎，越喝越饿。入秋之后的第一口蟹肉。给大家表演一个空口吃蟹肉，它是现拆的蟹肉做的塔，然后上面点缀了一点鱼子酱，一勺送进嘴里，满满的蟹肉，一下又打开了味蕾。接下来就是螃蟹界非常出名的一个菜，醉蟹，一生一熟，熟的就叫熟醉，生的就是生腌。打开生腌蟹壳的那一瞬间，它已经帮你把蟹黄、蟹肉之外的东西都挑走了。它这个味道我觉得非常的神奇，先是那个微甜，然后再是膏黄的鲜嫩绵润，吞下去之后嘴巴里都是酒香，再来一口挂水的那种。那个绍兴酒的味道特别浓，然后是一盘金灿灿的炸带鱼。我上一次吃到这个菜还是3年前在国内，特别的酥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不吃炸带鱼，明明这么香。然后下一个菜还比较复杂，师傅先是端了一堆配料，然后当场炒蟹黄、蟹肉，还有荤粉丝。他那个蟹膏放在锅里一炒，你就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那个蟹黄味，而且身上非常痒，像是有螃蟹在爬。我现在就要吃到，吃进嘴里，我的第一反应，它很像高配版的学校门口炒粉的感觉，但是你只要多咀嚼一下，你就能尝到里面颗粒感的蟹黄跟蟹膏。今天我们阵仗太大了，我们前后总会吃大概小20只蟹。下一个菜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到的东西，酸汤肉燕抄手，里面包着的是一个完整的大闸蟹钳肉。它和普通抄手的区别就是，就这里面的蟹钳肉更弹更鲜甜，再加上它那个酸汤很稠，还带着一股药膳味，特中华的药材味，瞬间感觉特别养生。不到150。接下来这个菜又很厉害，谁能拒绝一碗揭开盖子还在咕噜咕噜的蟹黄麻婆豆腐呢？正想说吃川菜怎么可能没有饭，拿了一小碗，非常迷你的，特别可爱。它听名字就非常的奢侈，闻起来是一种干锅香辣蟹的味道，入口最先是那种熟悉的郫县豆瓣味，有点冲但是很香，豆腐非常紧实，而它是用真的蟹黄炒，没有科技鱼很活，就是刨饭。然后接下来的2只大闸蟹是我们今天吃了30多只里面最肥的2只。感觉师傅在你旁边剥螃蟹，你还是会有点紧张。看着服务员把螃蟹拆开，又摆得整整齐齐，甚至还有点像艺术品。就问这一壳的蟹黄蟹膏，谁看得不迷惑？大口蟹黄，它这个蟹黄真的是鲜的饭甜，这里面的油香你都不用细品。然后接下来这一盘就是今天的王牌，秃黄油捞饭，橙红的蟹黄和蟹膏看着就很有食欲。把它倒在饭上，我们先尝一口原味，原味吃起来就是很香很甜，蟹膏会粘稠的挂在你的嘴巴里，舌头去舔的时候还会有点难舍难分，但是多吃2口可能就会腻。这个时候加一点旁边的黑醋，就更能激发螃蟹的香气。我看加了醋肉就更好。这个菜真的太爽了。然后下一个菜非常清爽，芦笋炒蟹腿，就是蔬菜，对，它是蔬菜啊。最后的压轴还挺有意思，是一笼巨大的蟹粉汤包。它这个皮很神奇，它其实很薄，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蟹肉，但同时它又可以提起来玩，还配了一个吸管可以喝里面的汤，像蟹奶的那个感觉，肉汁混着蟹香，而且它这个里面的肉馅也混合了蟹黄。我感觉这一个汤包就用了好几只螃蟹。收尾的甜品是这种梨汤，喝起来暖暖的很舒服，秋天的梨汤果然就很润肺。吃完螃蟹再喝一碗姜茶，暖暖胃。今天这一顿饭真的让我体验了一把螃蟹自由，而且你是在东京，家店就感觉比国内的餐厅还好。而且推荐指数9分，卡位。
寿喜烧，你们说日本最老的寿喜烧店它还在吗？这是一个疑问，但也是一个很值得寻找的答案。我操！所以我就去搜了，现在因特网上能找到最老的店在京都，我就知道又是哪儿。就是不管3729、7863，我们又花了2000块钱车票过来做慈善，就当满足这个夏天最后的好奇心。这家店叫寿喜锅啊，1864年就开了，比我们之前吃了1886年的还老。那个时候我差不多刚出生。它在京都的5大花街之一，先斗厅。我走在这条街上，我感觉我都老了20岁。它藏了大量的百年老店，这条街真的全是店，太爽了。废话说太多，但我就选说废话。すみません。7時予約したの量ですけど。我每次都会觉得这种全日式的装修私密性特别好，这种古朴的氛围感比东京的强多了，价格也非常的讲究。不说钱，说缘分的缘，一盘肉8500元，前菜是一个芝麻豆腐，就这个东西在京都特别流行，属实开胃，特别的滑嫩，甚至像鸡蛋羹。然后就没有那些无食包间的前菜了，直接开始做锅，先是一块牛油润一下，然后撒上白砂糖，非常关系的做法。然后在白砂糖还没有化开的时候，铺上牛肉 A5 的和牛就是一个大，煎一下之后再倒入酱汁，听着锅从滋啦滋啦的声音变成了咕噜咕噜的声音，看着和牛从红白相间变成了棕色，看着我从110斤变到了130斤。然后我们开始搅鸡蛋，真是肉汁大，一口吃不下。我发现这个蛋液的作用不仅是让它变得更滑嫩，主要是给那个肉片降温。他们家的寿喜烧特别的清新，不会太甜腻。说着第一口不吃饭，但我还是没忍住。而且他们家的酱汁没有那么抢戏，所以更加突出了它和牛油脂的那个甜味儿。不愧是老店，非常好吃，就是有点费钱包。姐姐接下来会在锅里放魔芋丝、大葱还有豆腐，第2口下去仍然很满足。滑蛋牛肉和米饭太配了，温热的牛肉和蛋液混作一团，包裹着颗粒分明的米饭，难以抗拒的鲜嫩。再来一口，2片滑牛让我刨了一整碗米饭。前面刚说完他们家8500元一盘，我们又追加了一份2片16000的和牛。来口和牛卷葱，我们先不卷葱根，卷那个绿色的葱叶，因为我觉得葱叶更有那个葱的味道，而且那个脆脆的口感包裹在寿喜烧里特别解腻。葱里面的甜还带一点辛辣。又想吃饭了。吃完之后继续煮菜，大葱、洋葱、小香菜，就这个锅越煮到后面就越清新。又是每次的固定环节，魔芋丝加蛋液还是那个滑溜溜的口感，想念起了那道东北名菜猪肉炖粉条。接下来换了一个蛋液，重新又加了一份肉。其实吃豆腐的时候也非常讲究，不能太老也不能太嫩，嚼起来特别的扎实，用和牛卷着它吃就很完美。外柔内刚，好像不太合适。接下来是香菜，我发现香菜煮了之后就没有香菜那个味儿了，淡淡的香菜味配上和牛，像是火锅里面煮的茼蒿和肥牛。最后一片还原我们最原汁原味的，这一口真的太大了，但是也必须得塞一口米饭进嘴，不然这口和牛都没有灵魂。寿喜烧为什么可以这么好吃？餐后的甜品是一大牙哈密瓜，这东西在日本非常的昂贵，但它甜得来像打了糖水一样。总结一下就是他们家店是我吃过的寿喜烧里面性价比还比较高的，古朴的氛围，美丽的古街景，带朋友过来吃就是有品味有情调。阿吉推荐指数9分，真好这家店。看玩意儿。寿喜烧最早起源于日本的古早年代，但都过了几百年了，它为什么还这么受欢迎？又到了吃寿喜烧的日子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，我自认为的天花板，因为它好像除了贵就没什么缺点了。这个一进店就是一如既往的日式浮夸装修，每桌都是独立包间。我猜来这儿吃饭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隐私，阿姨一般会跪在旁边把所有的菜都给你弄好，你啥也不用管，只用管好信用卡的额度就好了。他家的前菜依旧非常的精致，这个好像是山楂豆腐，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一道滑嫩的饭前甜品。这个冬瓜鳗鱼还挺惊喜的，冬瓜那股淡淡的清甜反而降低了鳗鱼的存在感，在日本算最清淡的前菜了。再来一口苦瓜海葡萄，嘎吱嘎吱的口感。话说南方人都吃过海葡萄吗？为什么我连海葡萄都没有吃过？第2盘前菜是刺身，有章鱼、金枪鱼和鲷鱼啊。今天不是吃寿司就直接跳过吧。然后就开始做寿喜烧了。第1盘是2片 A5 双酱，5200日元一片。他家的特点是每一片肉都会给你搭配不同的配菜，就是一肉多吃，特别讲究。我们的第1片就尝试一下包萝卜泥和豌豆苗吧，它这一片和牛真的太大了。你们知道第一口进去的口感是什么吗？就是一种直冲天灵盖的鲜甜，是那种肉类脂肪独特的甜味，超级的人。因为脂肪分布的特别均匀，入口就特别顺滑，再加上那个酱汁和萝卜泥的甜味，清甜而又收敛的味道。下一片是一块超大的里脊肉，这个我们还是跟蛋黄液一块吃，先用肉把它挤爆，然后再用你们的2颗小门牙轻轻的把肉分开。吃的时候就是一顿操作，往自己的嘴巴里面加 buff， 唇齿间真的牛肉所过之处，处处留着和牛的香味。就这一口那个味道，就值回今天的门票钱了。用芦笋蘸着剩下的蛋液，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蔬菜里面都充满了肉香。
我发现就是不管夏天有多热，吃寿喜烧还是香的。接下来是锅里的蔬菜，其实这里面我最喜欢的是茄子，这个茄子这种特别吸汁儿的东西也很适合寿喜烧，所以茄子不管是外面还是里面都特别香。要不然茄子肉末为什么那么下饭？它也要裹满蛋液，这样会更加嫩滑，一口下去满嘴爆甜汁，而且茄子的奶香也很浓。我现在就可以干4碗饭。是夏天的味道。接下来的一片是蛋液裹牛肉，裹萝卜泥，裹豌豆苗，吃法逐渐复杂，香味快了加倍。这一口下去就是爽滑中带着咀嚼感，肉香四溢，大快朵颐啊！说的就是这个。肉烧完之后就会在里面加一点乌冬面，它是在刚才和牛的油水里面煮的，取其精，它吃起来微微泛甜，就像是清汤杂加面最后2口的那个味道。面条里面浸满了肉香，就让我特别怀念成都的那个怪味面。接下来是没有人可以拒绝的寿喜烧配米饭，滑嫩黏糊的蛋液裹着热腾腾的米饭，到底是米饭升华了和牛的甜味，还是和牛让米饭变得更甜，都不重要了，刨就完了。这个小火锅就非常像老北京涮羊肉，它这个吃的就是和牛最原本的味道。第一口我们就只卷一点葱，送进嘴里先是葱根的甜味儿，然后再是和牛雪花散开的味道，再来一片芝麻酱寿喜烧。我感觉北方人看到这个画面，嘴巴里面应该有味道了吧？虽然芝麻酱浓郁的香气已经把和牛的味道给盖住了，其实有点像东北麻辣拌，芝麻酱里加白糖，又鲜又甜。芝麻酱真的很爽。整体来说，虽然他们家确实有点贵，但是每一口都有特别好的体验。如果真想吃寿喜烧，选他们家应该没错，服务也特别到位。不过说回来，今天就算出了很多汗，吃了寿喜锅，脸也没有花，一点儿也不油，真好。好了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嘎玩意儿。小青椒吗？今天这家烧鸟店终于帮我吃服气了，我真的是约了他1个月才约到，非常讨厌日本这种耍大牌的店，所以他要是不好吃我就把他骂死。这个一定要一口吃。今天就来看看，感觉我要被蛋液淹没了。这家在塔贝 logo 上面有4.17分的烧鸟店是什么样子？又到吃烧鸟串的日子。今天去的这个站叫鸭上站，那就看看我们今天能不能压得上。只要稍稍迟到了一下，感觉会被骂，因为非常严格。吃东西不要想那么多。这种完全预约制的烧鸟店有个特点，就是主厨会给你一直上菜，直到你把房子卖了或者你亲自叫停，他才会停。然后主厨旁边会放一个这个锤子，你们知道是干嘛用的吗？就是当你结账的时候，主厨如果发现你钱没带够，他就会。不过看到这3个师傅都没有头发，心里对味道还是放心了很多。好了，第一个串是烤鸡心，上面放了一点姜丝，它这个吃起来有点特别的是，里面全是那个心脏的肉汁，还不全是鸡的油水，其实更像是甲鱼汤的那个鲜味儿，特别的好吃。鸡心的软硬和盐的厚度也刚刚好，我甚至开始有点期待下一串了。接下来这个是鸡胗，挤上一点柠檬，它这个头其实还有点大，不要看它外面那么难嚼，但是其实里面是生软的。这种半生不熟的就很考验师傅的基本功。是一盘豆腐前菜，浇上一点酱油就可以吃了，表皮酥脆，里面的嫩豆腐还很扎实。接下来这个是鸡脖子肉，我经常在想鸡脖子不是没什么肉吗？这一整串一只鸡到底够不够得了？但它的肉质是真的很嫩，就特别的弹牙，这个部位真的贼好吃。吃多了肉我们再来一点素菜烤大香菇，师傅还专门提醒说小心里面的油水烫嘴。你看光是这样摇都看得到里面的油水在动。它是先腌了之后再烤。哇哦！然后这个是鸡脆骨，边角都有点烤焦了，我觉得它那个骨头吃起来肯定很脆。它这个真的是肉跟骨头是连在一块的，就不是那种超市里面看到的假的。骨肉相连的那个地方油脂特别的多。然后接下来是鸡肉丸子，它居然没有给我配蛋黄。它这个肉丸咬开里面还有惊喜，就是里面全是脆骨，嚼起来都是嘎吱嘎吱的。接下来是一串银杏，其实就是白果吧，听着很像烤小土豆。然后师傅好像听到了我们在讨论为什么提灯还没上，这次的提灯蛋液特别的饱满。其实要一口吃，主要是因为提灯的重点其实是后面卵巢的部分，未成熟的卵其实只是充当一个背景的作用，衬托出卵巢肉质的嫩。接下来又是一个稀少部位，鸡的食道，这个吃起来的整体感觉就是巨弹牙，然后怎么嚼都嚼不烂。哎呀，它食道的外面一圈还是脂肪，然后是一盘形状怪异的青椒，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椒我还是第一次吃。它是圆的，它吃起来其实是甜的，上面还有一点芝士碎末，比普通青椒的皮更多更厚。然后是鸡中翅，都已经帮你切好了，虽然很香，但我还是更喜欢肯德基的辣翅。然后是2种不同部位的鸡腿肉，两个的口感还是有微妙的区别，但是都是嫩滑的那种，就是基本功嘛。最后还给我上了一串鸭肉，我其实已经有点吃不下了，我们还是让师傅最后烤个素菜吧。还真就给我上了这么大一坨山药，不过这个山药其实烤得挺甜的，感觉自己像在吃藕，就是这个拉丝看起来有点奇怪。好了，最后不管多撑，还是要用碳水来解决才有满足感。这是烧鸟店必备的亲子冬，它还在表面上浇了一层蛋液，中间还有海苔，吃起来的味觉体验还是挺丰富的。甜品是一个菠萝，
那它其实就是一个菠萝的味道，这个应该比较好脑补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是要比普通的店好一些。卡玩意儿。今天这家店太搞笑了，本来它是可以靠它的料理火的，然而风头全部被他们家的男服务员抢走了。带单身姐妹来这家店吃的怕不是怀石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，又到了吃怀石的日子。今天是在 ins 上面刷到的这家店，看到好多女博主都在转发，我就带上了我的一个单身姐妹，悄悄咪咪的过来了。对不起，迟到了。我进来之后有个特别大的感觉，就这里的客人都穿的好好啊，然后我们的面前就是厨房，帅哥们就在我们的1米外做菜，非常的静不下心来。好了，不废话了，第一个菜是煎鱼加三文鱼肉末做的串，然后中间还加了一点紫苏叶，煎鱼的腥味很大哈，但还有三文鱼肉末那个肥肥的味道压住它。旁边这个红色的是彩椒剁成的酱，你可以挖一勺放上去直接吃，就是吃起来有一种微妙的清爽感，其实就是一大坨刺身，然后配上了那个彩椒的味道。第二个菜是这个，长得像油条一样的东西包了一整条鲶鱼，咬下去之后才发现它其实是炸豆腐，上面撒了些盐和胡椒粉，假装自己是烧烤，旁边配了一杯西瓜汁，就这两个东西都是日本夏天的味道。第一次吃这样的鲶鱼，一口下去感觉包住了整个夏天，并没有。第三个菜是茄子跟蟹肉的搭配，这个菜有点好看，它是茄子皮包着蟹腿肉，他还怕你吃不到茄子味儿，还专门在汤里面配了一坨茄子酱。它那个蟹肉裹的这个酱真的非常好吃。下面这个黄色的是蟹黄浓汤，就是你喝进去的时候还有颗粒感，特别的浓。这又是一个高级版的平民菜。可乐饼，它是用黑松露包着一坨用血子肉做成的可乐饼，全是很贵的食材，尝一下什么感觉？吃进去之后有点像那种肉很多的鳗鱼饭团，然后配上黑松露的那个坚果香味儿。这个菜是什么？吃到现在最好吃的一个菜。好，下一个，它看上去只是一碗普通的面，但它其实是下面才藏着惊喜，它下面包了一堆墨鱼籽。帅哥说推荐的品尝方法是先吃一口清淡的面，然后把面和墨鱼籽还有那个贝汤和匀了之后再吃。感觉这个比荞麦面好吃10000倍，它这个面比荞麦面更薄更脆，而且下面的墨鱼籽真的巨多，就是你嗦一口面，感觉嘴巴里都是粉粉的感觉，感觉像是一口吃了几万个墨鱼宝宝。下一个菜我很喜欢，它是牛肉配芝士面包，面包里面加的是烤化了的咸芝士，它下面那个是薄薄的一片牛肉火腿，旁边配了一些不知道什么的草。先尝一片这个面包，然后再把牛肉放到那个芝士面包上面，虽然这样一口有点大，但这样一起吃的味道才爽。还好有那个草，要不然真的太腻了。然后接下来上的是主食，玉米浓汤饭和猪肉串，还有一小碗紫苏叶。我觉得它这个重点应该是那个玉米汤，味道真的是浓郁香甜。它这个里面是加了一点蛋黄酱的那种，有一点点像那个咸蛋黄的味道，不单单只是玉米味哈，特别好吃。我宣布这个取代了之前的血籽可乐饼，成为了今天的全场最佳。好啦，最后的甜品是雪大福，就是2坨脆饼中间加了一坨雪大饼，大福里面是红豆沙和冰淇淋。这个让我想起了当年我求我妈求了1个月让她给我买的雪月饼。这家店的菜品总的来说还是很有创意的，就是味觉体验大探索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真的是纯正的5分熟，1分都不多。现在烤肉店都已经这么卷了吗？怎么一个烤肉都可以有这么多花样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迪。现在又在表参道找到了家预约制的烤肉店，现在就来看看他们家有什么新鲜玩意儿。又到了吃烤肉的日子了，这个口罩都快遮不住我脸了。感觉能修在这个地方的烤肉肯定不便宜。こんにちは。6です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这是我们点的限定套餐，就看懂了一个稀少部位。第一个小菜是这个豆腐，比较像那种甜口的豆腐脑，然后给我们上了巨多的泡菜，有一瞬间还以为自己在韩国烤肉店。第一个前菜是凉拌毛肚丝，感觉这个好像在国内经常吃。然后下一个菜是实打实给我上了2片生肉，还是100%生的那种。为什么不等锅热了再拿上来？那样的话我还可以烤2下。然后第3个前菜又是一个半生不熟的东西，生鸡蛋拌牛肉粒，我们就姑且尝一口吧。它是有照烧酱在里面的，这个还可以，这个比刚才好吃多了。然后今天的第一个烤肉是牛心，我看小姐基本上烤了3秒钟就拿起来了，但是让我震惊的是，这个真的是巨好吃，它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盐，把牛心的胆固醇味道衬托得很鲜美。接下来这块是火锅尼库，就是牛脸颊上的肉，这块肉的特点就是特别的松软，也算是一个稀少部位，这种肉就很适合后切，因为它嚼起来不费劲。可是它有嘴巴里一下就开了。再来一口刚才的萝卜泡菜，特别的爽口。
哦，然后是一块巨大的厚切牛舌。我发现这种餐厅就是贵虽然贵，但是食材都用的还是挺好的，人均大概快1000。心脏的横膈膜肉，这块肉的汁水非常的多，就是又软又甜的口感。然而只有这么一块，它里面还有一点点软筋的那种口感，吃起来还挺嫩滑的。但是 emo 只在一瞬间，生的 A5 和牛寿司，这个必须得加点芥末了。但是你想，它其实就是寿司啊，寿司不就是生的吗？这样想好像也很合理。还好赶紧给我上那盘比较正宗的雪花，脂肪特别的多。这个肉肥到在流水，我跟人加起来的时候，它都在滴那个油。我们看它加起来的样子就知道它有多软嫩了。但这个吃一块真的就够了。哦，哎，你们看这个肉，它烤了超过3秒吗？小姐姐就是把肉摊开，然后卷起来，就直接夹给我们了。我和小葵都震惊了，这个看上去好像只有一点点是熟的，蘸一点烤肉酱我们就可以放到碗里了。它是要裹着这坨很可爱的米饭吃。唐贤做了一个烤肉寿司，就是和牛的甜味和下面寿司米的甜味是不一样的，就2种甜味混合双打，非常的美妙。绝子又是一坨很好看的雪花厚切，这块烤的就比较久了。烤好之后会放到一个盛了酱油的碗里，里面还有一坨白萝卜泥，其实放一点在上面就可以了，这样吃起来就会压出雪花的油腻，这样一口塞嘴里就很过瘾。这个搭配是科学的。然后接下来直接端到一个锅上了，接下来应该就是寿喜烧了，里面那个棕色的汤就是寿喜锅的味道，然后还会在上面切很多的黑松露，他们家那个黑松露感觉还是有点来头，味道特别的大。然后和匀之后就可以吃了。然后剩下的鸡蛋液和寿喜锅的汤还可以再做一碗米饭，就是它是汽油的味道，黑松露，这然后还有点好吃。最后的主食是一碗寿吧，这个又是什么操作啊？我是吃不下了。但他们家这个甜品还有点意思，是一个堆成山的咖啡刨冰，还配了一碗黑色的不明物体。它这个太黑了，我相机都拍不出来。吃进去之后发现它其实是某种甜豆，感觉今天这家店是真的挺有创意的。阿七推荐指数8分，啥玩意儿？